又到了韭菜花盛开，该摘来做韭菜花酱的时候了。看看这些小蜜蜂忙忙碌碌的在采着花蜜，我们把花摘了，它们就只能去采别的花粉了。看看这么一个4×8的菜床，种上韭菜之后，到了秋天结韭菜花就可以长这么一大片。你可以把蜜蜂稍微轰一轰，小心不要被蜜蜂蛰到。这些小蜜蜂其实还可以，它们不是特别爱蛰人的。这种味道最好的还是含苞待放那种，是吧？对，这种的，或者是这种的。看看这些小蜜蜂，我们一边摘韭菜花，它们就在旁边，还在旁边的花上，感觉是一点也不怕人。小蜜蜂是不怕人，但是人还是有点怕它们的。我们吃韭菜花实际上主要是有3种吃法，一种就是这种特别嫩的，可以把它整个摘下来当韭菜苔来吃。然后就是像这种已经开花的，但是开的还不是特别大，这种摘来做韭菜花酱是最好的。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像这种已经长出嫩嫩的种子，如果过2天剩下的花也结成嫩嫩的种子之后，就可以把它摘下来，和香菇辣椒一起做香菇辣椒酱，风味是特别好的，非常下饭。看一看这嫩嫩的种子，一捏就有汁水流出来了。这种是最好的。如果里边这个白色的种子一旦变黑，那就老了，就不好吃了。你看这个颜色，这有点发黑了，是深绿色的，这就有点老了。看见黑籽了吗？所以做香菇辣椒的这种小菜的酱，摘的时机非常重要。对，你看这个，它虽然有这种白汁出来，但是里边也是有黑的籽，吃起来就不嫩。这儿呢？蜜蜂连摘下的韭菜花都不放过，你是抢了它们的食物啊！韭菜花我们已经清洗干净了，现在把它放在这里边沥干水分。看看今天摘出了这么多的韭菜花，我们就把它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，给它沥干水分就行了，不要放在太阳底下暴晒。我再多啰嗦一句，以前我们在制作韭菜花酱、晾韭菜花的时候，发现蚂蚁特别喜欢这些韭菜花，所以我们给它晾干水分的时候，一定要把它架高，放高一点的地方，不要挨着地，否则会招来很多的蚂蚁的。这是我们洗净晾干之后的韭菜花，这一盆刚好是3磅，也就是1350克。我们一般按照10:1的比例来加盐，这些的话大概就是加盐135克。我们这个搅拌机装满之后，大概是200克的韭菜花，所以我们就加20克的盐就好了。我们已经称好了20克的盐。搅拌机里边准备好韭菜花和加上盐之后，还要适量的加上一点点水。我们其实加水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搅拌机能够转动，大概200克的韭菜花加上60-70毫升的水就行了。我们准备的瓶子个儿有点大，得打大概3次才能装满一瓶。其实我们200克韭菜花加20克盐，最后出来的韭菜花酱的口味并没有那么咸，不会像店里边买来的那么咸。大家如果是口味比较偏重的话，可以稍微多加一点盐。我们这种做出来的韭菜花就是直接拿它来调麻酱啊，或者是直接拿它来当成蘸料吃就可以了，咸度刚刚好合适。我们制作的时候也可以少加点水，用勺子把它往下压压，多打几遍。因为实际上韭菜花我们加的水越少，最后出来的口味越好吃。把3个混到一起了啊。好。我们最后是把3次的混在一起，又打了一下，最后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。现在就可以开始装瓶了。我们这一瓶尽量给它装得紧实一点，这样的话有利于发酵。
最后把瓶口给擦干净。我们韭菜花也不能装太满，上面要稍微留一点点空间，用来发酵。最后再把瓶口处稍微的撒一点点盐，这样的话能够防止腐坏。最后再把瓶口给它密封住。看看这样一瓶韭菜花就做好了。我们这一瓶装了有600克的韭菜花。做好的韭菜花，我们一般是先在室内给它放上2、3天，让它发酵，然后把里面的气稍微放一下，最后就是放入冰箱里储存，大概2周之后就可以拿来吃了。最后我们的3磅韭菜一共是做出了2大瓶加上1小瓶的韭菜花酱，这些足够我们吃到明年的夏天了。